也许坚持很疲惫，也许希望很难归，也许不放弃才是骄傲的机会。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个词叫 chop，chop 叫砍、剁，用刀砍剁，然后呢你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可以叫排骨肉块，剁出来砍出来一块一块的肉。所以当然这个意思考的比较小众一点啊，主要考砍剁 chop。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句子吧，先 That's a far different image， 这是一个 far 起到加深程度的作用，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场景画面 image from the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 典型的复合形容词，对不对 ？George 是谁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美国总统，对不对？美国国父啊，华盛顿。Cherry tree chopping 无非是 George chops cherry tree， 它本来是一个主动语态的句子，叫 George chopped cherry tree， 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那把它复合成形容词，由于是主动句 ，George chop。肯定是华盛顿砍树了，所以 chopping 加的是 ing， 因为它在修饰 George。你看你放哪儿，只要是修饰的无所谓，这就是所谓的复合词构成法。本来是一个句子叫 George chopping cherry tree， 樱桃树，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砍樱桃树的乔治，就变成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好好体会一下，好好体会一下这个复合词啊。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完全不同的画面 ，From the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 从砍樱桃树的华盛顿乔治 ，Most people remember， 很多人所记住的。你看这个 most people 前面不就省略了一个 that， 对吧 ？The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 that most people remember， 叫与大众人民脑中所记忆的砍樱桃树的乔治华盛顿啊，和谁不同 ？From their history books， 和历史书当中的不一样。肯定说的是华盛顿不一样的故事。那么当年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啊，说的是他小时候，他爸爸送了他一个小的斧头，然后他准备试一试这个斧头是不是锋利，就把家里院子里他爸爸最爱的一棵小樱桃树给砍了。砍了之后，他爸爸回到家很生气，然后呢没说话看着他，没想到华盛顿自己走过来之后呢，就对他爸爸说：“对不起，我把这个树砍了。”他爸爸就很开心，说：“我就怕你撒谎。”啊，你承认让我非常开心。当年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在美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谚语，叫做“院子里的上千棵树也比不上你的真实，也比不上你不撒谎这件事。”你看原话是这么说的 ：“My son, 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 than 1,000 trees。”看到没有，在句子前面加个 that。指代成主语了 ，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本来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你不害怕说出真相，是一个句子，句子不能做主语，前面加了一个 that。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我画圈呢就是整个句子的主谓宾，好好体会一下。下次句子想做主语，前面加个 that 就可以了，这也很装逼，对不对？你就学嘛。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 than 1,000 trees。比起这1000棵树，你说真话对我更重要。Yes, though they were blossomed with silver。虽然它们银装束果，学会了吗 ？Blossom 我讲过叫开花结果 ，silver 又来了，银丝前面讲过，希望叫 silver lining。叫 silver 一般都是复数啊 ，silver linings。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还记得吧 ？Silver lining 啊，银丝。那这里的 silver， 树上开花，开出银装束果。叫虽然它们开得非常美 ，and had leaves 是谁的复数？树叶 leaf， 名词啊，树叶的复数。And had leaves of the purest gold， 最纯粹的金色的树叶啊。虽然它们有最漂亮的金色 ，purest 来自于形容词 pure。纯洁的 purest 最高级，虽然它们开着最纯粹的金色的树叶，银装束果，但是你把它砍了，我也没那么难受，因为你说真话。这句话我们再读一遍 ：My son, 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 than 1,000 trees. Yes, though they were blossomed with silver and had leaves of the purest gold。这是当年最著名的关于乔治华盛顿小时候不撒谎的故事。大家知道，任何国家都会有关于名人啊的一些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一些美好的品质，我们从来都不怀疑。但是这篇文章这句话肯定告诉我们，文中的华盛顿形象和这里不一样了。当然了，大家如果翻一翻，就会发现美国的史学家已经证明这个故事是假的。
啊，因为乔治华盛顿当年住的那个地方啊，他那个好像是弗吉尼亚吧 ，Virginia 好像是，他那个住的房子老房子啊，是住在峭壁的边上，他那地方是种不了樱桃树的。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故事编在他们身上啊，好屌的样子啊，所以有必要宣传嘛，全世界都会干。来，整个句子读一遍。That's a far different image from the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 most people remembered from their history books. 啊，这叫从他们的历史书上学到的华盛顿的形象不太一样啊，所以 a far different image 是整个句子的关键。那么关于这个 chop， 看补充词汇，筷子 chopsticks。chopsticks 这叫筷子，你看 stick 做名词叫木棒 ，chopstick 把木棒砍成一根一根的，所以叫筷子，就这么来的，听到了吧 ？stick 做名词叫木棍、木棒，只不过大家更多记住的都是关于 stick 考试短语，一个叫 stick to 叫坚持，还有一个叫 stick with 叫喜爱与什么什么保持一致、认同、认可。with 跟 to 的区别 ，stick to something 叫坚持做某事 ，stick with something 叫黏住某事、喜欢某事、认可某事，和它在一起啊 ，stick with 这种区别啊。那么 chopsticks 筷子 disposable 讲过一次性的啊，任人处置，一次性的处理掉的 disposable chopsticks 一次性筷子会了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和这个 chop 有关的 ，chop 叫劈砍，那撞这个词 bang 啊 ，Big Bang Theory 大爆炸。宇宙大爆炸啊，这也是那部美剧叫《Big Bang Theory》生活大爆炸，对不对？大爆炸理论叫 Big Bang Theory 啊。那么谁可以把 Big Bang Theory 开场那首歌唱会了，就牛逼大了啊！那首歌写的真的很有创意啊。Bang 叫猛击、猛撞啊，就这个意思。那 bash 你看跟这个 but 有关的都有这样的意思，叫痛击、猛击。那么区别在于 bang 更多是拟声词做名词用，手枪那个 bang 就是这个词。而后面的 bash 一看就打，为什么？这个 ash 我们学过皮鞭叫 lash， 还记得爆裂鼓手吧 ？whiplash，whip 本来也叫抽鞭子，用鞭子抽 whiplash， 所以 lash 叫猛抽，对不对？你看 bash 叫痛击，再来一个动词 slash 也叫碾碎、猛打、抽 slash， 你看，所以它都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啊。好，那么关于这个部分不多说了。再往下走 ，compel 啊 ，compel 叫强迫、迫使，讲过这个词根 pel 对吧？又是元音替换 pull 拖拉拽，一定要写出来嘛，拽走啊，所以叫强迫 compel 啊 compel 这个词。当然了，关于 compel 呢，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动词，我担心的是它的两个形容词，大家总是搞不清楚，一个叫做 compulsory， 还有一个叫 compulsive 啊，一个叫 compulsory， 一个叫 compulsive。啊，一个叫 compulsory， 当然了，注意一下它的发音，由于这个 u 发啊，所以大家嘴巴一定要小，它不是 a， 也不是 a， 这几个音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个发 a， 这个发 a， 嘴巴要大啊。具体请咨询徐乃福老师去啊。你看 compulsory， 所以文化读 culture， 我讲过，嘴巴要小 compulsive， 你不能读 compassive， 也不能读 compassive， 都不对啊。compulsory 嘴巴很小 compulsive。compulsory. compel. companion. 那么区别在于这两个词 compulsory， 查字典，它到底是强迫还是什么呢？来记录一下这两个词，我可以这么讲 ：compulsive 它偏消极，它叫强迫的，没得商量，强迫。比如说强迫症就可以叫 compulsory disease， 就可以叫强迫症。叫 compulsive disease， 叫强迫症，而 compulsory 是什么意思啊？即它叫义务的，哎，区别来了，义务也是一种强迫，你必须要做，但它是合法的，这是你的义务，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消极意思。比如说9年制义务教育，你肯定是用哪个 9 year， 注意中间一定要有一小杠啊 ，9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这就叫做9年制义务教育，叫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你绝对不能用 9-year compulsive education， 那叫9年制强迫教育。虽然你一不小心说出了中国传统这种教育的本质，当然现在在慢慢改革，对不对 ？9-year compulsive education， 9年制强迫教育，那叫啊，所以看清楚了这两个字的差别啊。强迫症是 compulsive， 义务教育叫 compulsory education。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吧？好，那么紧接着我们看看
compel 的考试难点来了 ，compelling， 形容词 compelling， 居然是有说服力的，令人信服的，也就让我想起 persuasive， 有说服力的，令人喜爱的 persuasive， 你看 compelling 居然有这个意思啊，它有一种感觉就是逼着你，你心里面好像被某种力量控制了，你就是喜欢它，相信它，叫 compelling， 有说服力的。啊，我们来看句子 ，The idea is intuitively compelling， 叫这个观点啊，本能的有吸引力，本能的让人相信。Intuitively， 它来自于名词 intuition， 直觉，它的意思叫本能、直觉。Intuition， 我当时怎么教你们的 ？Tuition 叫学费，交学费就可以叫 tuition。那么 intuition 讲你想想学费，我讲过学东西，每多学一个句子一个词。就赚回来几分钱，对不对 ？Intuition， 你想到这个就会本能的有直觉努力了，对吧？所以这个词叫直觉本能努力啊，直觉本能 intuition， 形容词 intuitively 叫直觉的、本能的。这个观点在直觉上是令人信服的啊，叫直觉上看这个观点、这个主意、这个想法是令人相信的啊，是 convincing。也就是这个动词 convince 加 ing convincing 有说服力的 ，but it doesn't explain how ideas actually spread， 但它并没有能够解释这个态度是怎么传播的啊。这个观念本能的让我们觉得呢，直觉上让我们觉得是对的，但是它并没有解释清楚它是如何传播的啊。什么 actually 事实上不就是加深程度嘛啊？这些句子都不难过。那么我们来看，讲到强迫做某事。oblige 可不要忘记，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个词，我都要逼你们 oblige， 你不要光记得它叫强迫，就是因为这个名词 obligation 大家都知道叫做义务，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词叫责任，叫 liability。我讲过法律上的责任 liability， 对吧 ？liability 跟 obligation 都有义务责任的意思啊。那么它对应的形容词叫 be liable to， 叫必须做某事，有义务做某事，叫 be liable to do something， 叫有义务做某事。有责任做某事，对不对？那前面我还讲过两个责任义务，一个叫 accountability， 这叫承担后果的责任，对不对？还有一个叫 responsibility， 那叫道德上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啊，那跟承担后果的不一样。那么 oblige 它最容易忽视的是什么？各位还记得这个词吧 ？oblige 啊，叫做感激、感谢、施恩惠于，对吧？我特别感激你，还记得吧？我讲过的多少遍了？叫 I a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对吧 ？I'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something。我特别感激你，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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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忘记这个用法。而它做被迫，通常就等于 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关键是 to do 啊，所以刚刚前面的 compel 也是一样 ，be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be obliged to do something， 都叫做被迫做某事。啊，这些都是常规用法啊，常规操作。那么继续 expel 又来了，驱逐，对吧 ？pel 这个词根又出现了，反正它是强逼 ex out 出去 ，pull out 这个词不就等于 pull out 吗 ？pull 对应的是 pel，ex 对应 out， 所以我讲过单词拆开就是词组，对吧？词组怎么来的？就是把单词的词根词缀拆开，其实就是这样。put out 就等于 expel， 叫驱逐赶出去，听懂了啊 ？impel 来。这次谁在拽着你 ？in 里面，我里面在拽着我，所以叫推动，推动。于是才会有一个词叫做冲动。你看，冲动的名词叫 impulse，impulse， 对不对？形容词叫 impulsive， 冲动的 impulsive， 一冲动心跳就会快，所以脉搏。啊，这个字做名词，在医学场合，对吧？你看那些医疗设备，你的脉搏、心率跳动 ，pulse， 跳动，脉搏 ，pulse。啊，所以大家看这些词，它都是通的，都是通的啊。冲动叫 impulse， 啊 ，impel 就这么来的啊，把它记住。好 ，be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 被迫、强迫做某事，跟我刚刚讲的都是一样的啊，不难过。那么再往下走 ，concession 这个词 concession 一出现，哎呦，首先看到的是词根 ses 代表走路，它的动词形式叫 seed， 名词形式叫 session。啊，动词形式叫 seed， 反正都是走路啊，包括我讲过的 pad、grass， 大家看看这些哪里没有提过，都讲过。pad 难道没讲过吗？腿、足
都是走路的意思啊 ，grass, pad, sad, seed, sass 等等，全部都是往前走、走路的意思。那么 concession 就来了啊，注意这串词全部等于 walk， 还包括我前面讲的一个后缀 ade， 还记得吧？韦德在水里走 wade， 所以 concession 来了 ，come 一起，叫做大家一起走开，大家一起把这个路给让开，叫 concession， 所以它的意思叫迁就、让步，就大家一起走开，它叫做迁就、让步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词，来跟我一起读一遍 concession。concession， 看句子 ，But by giving in to critics, now they are inviting pressure to make more concessions. 就 But by giving in to critics, now they are inviting pressure to make more concessions. 啊，但是 by 叫通过 giving give into 叫做屈服于、服从于 give into， 关键是最后一个介词才能发挥作用。我讲过 give into 就是 give to， 通过屈服于 critics 这些评论家，对吧？通过屈服于这些评论家，现在 they are inviting pressure to make more concessions， 他们邀请了压力，也就是他们导致了 they are inviting pressure 啊，他们导致了，他们促生了，产生了，所以你怎么翻啊 ？inviting 翻译成导致、产生、引起都可以的，他们带来了、引起了啊，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来做出更多的让步。做出更多的让步，对吧？所以这里的 give into 在提醒你叫屈服让步，这里的 make more concessions 也在提醒你屈服让步。如果你不认识 make more concessions， 你就应该去这里找答案 give into。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屈服于、服从于，他们要做出让步啊。by， 那么整个句子本来的顺序应该是 now they are inviting pressure to make more concessions by giving into critics。啊，他们现在正在引起很大的。做出进一步让步的压力，由于通过让位于这些评论家，屈服于这些评论家，好，句子读一遍 ，but by giving in to critics now, they are inviting pressure to make more concessions。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conced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啊，让位于某个东西给某人，你看 to 讲过 to 就听某人的给你的，你说了算，指着你活。所以 conced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无非就是把某个东西让给某人，大家就其实甚至忽视这个动词 concede 都是没关系的，只要看到 something to somebody 肯定是把这个东西给他，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叫把这个东西给他，也就是让某人做某事，让某人拥有某件事 concede something to somebody。那么这句话就可以替代成 concede somebody something。你看 conced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等于 concede somebody something。听懂了吧？你可以这样拆开，叫让步于他这些东西 ，concede somebody something， 要找到这种感觉。那么 make a concession 或者复数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就是把 concede 变成名词啊。我讲过用 make 就可以引出一个伟大的短语，让步啊。这让步这东西是没底的，有时候为什么谈判很谨慎，越让步就越退步，别人逼着你走就不行。就像我创业，我是正规做事儿，总有人来逼你，总觉得你动了他的蛋糕，处处给你设置障碍。那我不能总是让步，我会强势的做出一些回应。但是有些东西作为价值观判断，你就不能让。比如说我这个新版的课程是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录完。注意哦，我并不是一字不落录完就不讲很多扩展的东西，我该扩展的、该充实的东西还是充实。整个课程我算完，整个录制完130多个课时，我大概粗略算啊，原来我最早录的那个课只有50个课时不到，就意味着翻了接近2.7倍。翻了这么多倍啊，那么东西更多了，就需要你们花更多时间消化。哎，全国给我留言评论的10几万、20多万同学都说，越往后听越明白伟哥的用心。但是我也收到了零零星星，目前看到5条骂我的，说录那么多干嘛？然后还有说这个听得好枯燥，我都睡着了。这个就没办法。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做出我的判断。哎，他们说枯燥，那好啊，我给自己找台阶下，少录一点，不要录这么多，整本书录完还不讨喜。好吧，另外理解我的同学我就放弃了。所以人一辈子其实都是在做判断，而不是在做妥协。大家记住我这句话，无谓的妥协你会丢失很多东西。你一定要清楚你是为谁做，你想吸引什么人，这非常重要，好吗？所以这个短语我们一起谨慎的放在心里面。Make some concessions 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事情啊。那么这方面做生意要角度，我们中国要向美国学习。美国就从来基于本国利益不让步的，咄咄逼人。
这外人会讨厌他，但本国公民的利益他就保护好了，对吧？所以特朗普你再怎么骂他，他的民众支持率在上升，对吧？别人就业解决的好，数据好，资本市场维护的好，别人就会给他买单。他哪天崩盘，就是美国经济崩盘的时候，特朗普就崩盘了，因为他是个生意人姿态上去的，对吧？他的承诺就是我要让你们赚钱，所以大家一看这里面就理解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他的执政纲要，他承诺给老百姓做的就是这个。我们承诺有没有做到不重要因为我们没有在野党，没有两党，这个不能深入再聊了啊。来，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crack， 这个词做名词叫裂缝，做动词叫裂开，讲过的啊。打开一个裂缝就叫做开始做某事。Get cracking on something， 还记得吧？我马上就脱口而出了啊。当然了，不要忘记 crack 本身有裂缝的意思，就是来自于 crack 这个部分叫撞出一个缝来。你看撞车叫 crash， 所以 cracked 就可以叫破裂的。它也可以讲声音嘶哑、精神失常，这种就是引申出来的消极含义，对吧 ？Your mind is cracked， 你脑子瓦特了，对吧？你脑子坏到了吗？上海话 ，Your brain is cracked，Your mind is cracked， 就这个意思啊，脑子有病。Your voice is cracked，My voice has already been cracked by so many lessons recordings， 这么多课录完，我声音也坏了啊，确实是 cracked voice， 就这么来的啊。好 ，get cracking， 撕开一个口子。所以叫开始做某事，一般 get cracking on something，get cracking on something， 在某方面迅速行动起来，也就等于 commence doing something， 也就等于 commence doing something。commence 叫一群人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做事，创业了。commence doing something 这个词是动词，叫着手做某事，开始做某事，听懂了吗？Commence doing something 就等于 get cracking on something， 都叫做开始做某事。好，我们看当时的这个句子，叫 In February, the FTC and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Alliance， 什么 FTC 和这个数字广告联盟 agreed that the industry would get cracking on responding to DNT requests， 行业协会将要开始 get cracking on， 将要开始回应这些不许追踪的请求 ，DNT 讲了多少遍了？respond to 学会了吧 ？respond to 叫做回应，我还讲过它的名字叫 response。写作文尤其考试考回复性的时候，一定要会背这个短语。回复性开头第一句永远是为了回复这封邮件，我要干嘛干嘛一般开头用名词叫 in response to your letter about。什么东西为了回应你的那封邮件，关于什么的事情都好。I would like to 我将要干嘛干嘛干嘛。你看，这不就是个经典的开头吗 ？In response to your letter about 什么什么 ，I would like to 我将要干嘛干嘛干嘛，对不对？那比如说是一封投诉信，你就可以写 In response to your letter about complaint in something， 或者 complaint of something 关于投诉抱怨。什么什么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我要道歉。你看上来就单刀直入，这就是好的作文。英文小作文就100个单词，你写那么多干嘛？对不对？所以要单刀直入这种短语要会。名词 in response to， 动词短语 respond to， 学会了句子不难，前面讲过。过。再看下面一个 gape， 来自于名词空缺缺口叫 gap， 动词 gape 做动词叫撕开口子，这就是 crack 的近义词。但你要清楚它的名词来自于 gap。gap 叫缺口，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代沟，人与人之间有代沟，就叫做 generation gap。你看 generation 叫一代一代的人 ，generation gap 叫代沟，对吧？那 gape 就不是代购跑去跟我带个东西回来带一个格列宁是吧 ？generation gap 这个叫 gape 裂开学会了 gaping 都是形容词。那么 gape 我们来看看对应的句子，考过讲过 ，unhappy parents。不快乐的那些父母们 ，rarely 很少会一看着 rarely 就是 not， 讲了多少遍？rarely are provoked to， 他们很少会被刺激、被挑逗，干嘛 ？to wonder 想要知道也就是这些不快乐的父母从来不会被人去问去想知道这个事。If they shouldn't have had kids， 他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本不应该生孩子 ？But unhappy childless folks， 但是那些不快乐的没有孩子的人民。folks 叫民众也就是那些丁克家庭来了are bothered with 短语 be bothered with 却被天天烦 the message that 同位语从句
什么信息 ？That children ar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你看，你不生孩子的人就天天被烦，被什么信息烦？孩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叫 Children ar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Obviously， 显然。Their misery must be a direct result of the gaping baby-sized holes in their lives。得出的结论，你看冒号，如果你看到冒号，你前面读懂了，后面都可以不读，因为冒号就是对前面的展开解释，跟一个单杠的破折号是一样的。我说过，两杠破折号中间插入语可以不读，一个破折号后面是对前面的解释，是相当于等于号。这里的冒号也是一样，所以你后面读不懂，我一点都不怪你。从阅读的角度，后面可以不读。听懂了吗？因为你前面是孩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他们洗脑的观点。你怎么能没有孩子啊？所以下面这句话肯定也是在说这个。果然 ，obviously， 看来来洗脑了。显然 ，their misery，their 是谁？前面的没有孩子的人，他们的痛苦 must be a direct result of 是什么什么的直接的结果？是什么的直接结果啊？是空缺的孩子尺寸的洞啊，也就是没有孩子。你可以理解成子宫是空缺的 ，baby-sized holes 相当于孩子的这个洞啊，孩子尺寸的一块洞，也就是子宫 ，gaping 空着的，也就是没有生孩子是他们生活中悲惨的直接原因啊，也就是所以 something is a direct result of something， 叫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直接后果啊，你可以这么去翻，叫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直接后果啊？他们的痛苦是没有生孩子的直接后果，就这么去翻就可以了啊。整个句子，你看我们前面读的时候觉得很困难，讲了很久，到这里很快就能理过去。好，我们来完整的读一遍。Unhappy parents rarely are provoked to wonder if they shouldn't have had kids, but unhappy childless folks are bothered with the message that children ar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Obviously, their misery must be a direct result of the gaping baby-sized holes in their lives. 当然了，不要被别人洗脑啊！这东西到最后终极还是你决定，取决于立场。比如说你要问我，我当然会大胆的承认，我觉得要有孩子啊。但是没有，难道就是要死要活吗？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部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女人一句话打动我：40多岁没生孩子，过得很幸福，在法国自己还有一个红酒庄园，过得很独立啊。也是在国内做红酒生意做得很好。他说：“我跟我身边所有人都说我过得很快乐，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快乐呢？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这句话说的太牛逼了！就他不生孩子，他也不结婚，他就单身。他有男朋友，他不生，两个人在一起。哎，直到我在上海，我遇见了这样。我在上海遇到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还是上海一家比较有名的出版社，他就不生小孩，跟她老公两个人就全世界旅游。定期休假全在旅游，每个月都有一段时间在旅游，真的过得很好，收入又高，两个人对吧？一家出版社的总社长，然后她老公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程师，他们就不要，然后他们就自己到处走，到处玩。那当时那句话就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们真的就不相信我很幸福，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呢？了不起啊！所以人还是自我选择的问题。好，过去了，我们看 collapse。讲了多少遍的词根 lapse 本来就叫做下降、下滑，做名词叫过错，对吧？所以有它都是向下的意思。collapse 叫瓦解，不是完了讲多了，瓦特拉瓦解、倒塌啊、塌掉啊，叫突然垮掉的意思。collapse 名词、动词都可以，注意这个词动词、名词都可以啊。collapse 我们看句子吧，前面讲过 ，a string of 又来了一系列的 accidents 事故。including 包含了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cooling tower in 2007， 包括07年冷却塔啊，是一个核反应堆，对吧？核电厂冷却塔叫 cooling tower 的部分倒塌 partial collapse， 部分的崩塌叫 partial collapse，and the discovery of an und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 以及发现了一个地下管道系统泄漏。The discovery of an und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 好，这些东西怎么了？主语不要忘记，读了半天 including 举了两个例子，主语在这儿 a string of accidents 谓语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something， 主谓宾不就这个东西吗？这些问题引起了严重的质疑 about 关于 both Vermont Yankees safety， 既包括 Vermont Yankee 这个地区的安全and Entergy's management 以及这家公司的管理水平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特别是在公司对于这个管道做出了误导性的陈述之后 ，misleading statements make statements about something 叫对什么什么做出评论，对不对？而 misleading statements 叫误导性的言论、误导性的陈述，所以整个句子一读就清楚了，不难啊。我们再读一遍吧。A string of accidents, including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cooling tower in 2007 and the discovery of an und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Vermont Yankees' safety and energy's manage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不难。好，整个句子的读音朗读还是再次提醒去关注诸位老师公众号。去听免费朗读，好吧？听原版英国人跟美国人的读音。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float， 浮动、漂浮，不难啊。这个词一下就会让我想起漂流 ，drift，drift 指漂流，这个主要指浮在上面 ，float 而 drift 指漂流，往下流它是 flowing down 不一样的比如说地球板块是移动的，原来是一块，后来撕开，海岸线可以互补，对吧？那就叫做 plate drift。这个 drift 本身就可以做动词和名词，因为是小词，不用说了plate drift 就可以叫板块漂移，板块漂移学说 plate drift 有点地理常识的都知道，对不对 ？float 就这么来的不难。好 ，fond 叫喜爱、喜欢，考试关于它就考一个短语 be fond of， 对什么什么喜欢，我讲过，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写作文用 like， 没错吧 ？be fond of 名词叫 fondness， 喜欢、喜爱。Fondness， 看句子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ve and fondness？ 爱和喜欢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Or what is the nature of luck and coincidence？ 到底什么是幸运和巧合的本质 ？Nature 天性本质，句子不难Coincidence 讲了多少遍 ？Co together incidence 来自于词根事件，一件小事儿 incident， 两件事儿撞一块儿了，巧不巧？coincidence， 所以在口语当中经常有一句话叫太巧了，叫 Oh my God, what a coincidence it is， 这就是感叹句，对吧 ？What a coincidence it is， 对吧？或者叫 How coincided it is， 对吧 ？How coincided it is， 它是多么的巧coincide 是它的动词 ，coincide 叫撞到一起，对不对？好，整个句子不难Fondness， 那么考试短语 be fond of， 喜欢、喜爱那么不要忘记前面的形容词，令人喜欢的、令人信服的、有说服力的 compelling， 没事我就要逼你们一下，对吧？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写作文写有趣都是用 interesting， 以后可以用 compelling， 叫令人喜欢的、令人信服的，对吧？